信阳猫车事件从一开始就有人在隐瞒真相。首先，猫咪的数量前负责人其实一直都知道。反正说他能找到你们，跟你前期跟你也调查过了，也信任你们，是吧？办事处的一开始我不接受的，办事处的找这个说找那个说，把猫和狗都安到我那儿。但后来到下午拉到我那儿的时候呢，这一帮女的，就那个女的带了一帮人上我那儿去闹，这一抢，哎，我说好了，我一看事情不对，他找了一群水军在那攻击我。当时他给办事处打的条子是994爆发。25号到现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信阳当地处理的真的很快，他们早早的就到了现场。最先是安排当地有资质的黑马石收容中心来收留这些猫狗，但是前负责人带人过去，一定要把猫带走。之所以能带走，是因为他签了保证书，上面清晰的写了990只猫。可是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知道猫咪的数量，还一直对外宣称是2000只猫。为什么？因为猫越多，关注度越高，收到的钱和物就越多。我们担心前负责人没有经验，处理不好，还专门告诉他不用担心钱和物资。然后再一个，你们直播的时候就不要一直去提倡什么捐款之类的这种事情。因为这些人太多了，然后你看网上这种人骗了，你们都得背锅。比如有一些绝育什么的，这真的需要钱来弄的，让这种大的来对接，品牌啊跟达人来对接，散的就尽量不要去接。这个我们去聊一下，都能很快的那个募捐起来。这个事情我们去聊吧。我们都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让他不要到处募捐，我们可以出面联系品牌来解决资金问题。可是之后他还一直在对外募捐，物品都已经塞满了好几个仓库了，还一直在要。12月2号，仓库里的猫都已经死亡长蛆了才被发现，所以我们意识到现场一定有大问题。于是12月3号，我们召开了会议，叫停了募捐，并承诺接下来产生的费用由我们来承担。为了解决志愿者不足的情况，我们还主动提出支付酬劳。于是12月4号，他们发布了公告，停止募捐。叫停募捐的当天，我们就结清了医院的1.3万欠款。后面我们开始盘点现场猫咪的数量，就发现数字根本对不上，有一批猫凭空消失了。而且12月6号，记者又在现场的墙壁里发现了猫咪的尸体。他们甚至还推卸说，是因为记者过来耽误了，才导致没有及时发现尸体。12月7号开始，猫咪的数量就已经减少到了600多只。为了不让猫咪继续死亡，我们联系了陈医生，在12月9号去给志愿者们做培训。结果12月9号，志愿者们没人来。前负责人说是因为志愿者们根本不听话，但是现场的志愿者告诉我们，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医生要来，因为他们告诉医生说现场一个志愿者都没有，我们一俩都在。后来志愿者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干活辛苦，却连基本的吃喝都不能保证。现场的盒饭难以下咽，但同时费用公式里又有着高额的盒饭费用。这种情况下，前负责人却说，你以为志愿者吃了饭就会好好干活吗？账单明细里清楚地写了给志愿者打狂犬疫苗的费用。可是我们接手以后才知道，有些从头到尾一直在帮忙的志愿者根本就没打过疫苗，还是来我们这边以后我们带着去打的疫苗。志愿者打疫苗这么重要的事都不在意，又怎么指望他们能对猫咪负责呢？可小的猫就是绝育，头天这么小，第二天下午就死了，我亲眼看见的。当时他们医疗负责人跟我们说的是，爪子受伤的猫咪如果做了麻醉，就绝育同步做，最后变成连3个月的幼猫也被做了绝育，这是一回事吗？后来我们去各个医院对账单，没想到对外公示的明细里还夹杂了前负责人自己猫咪的治疗费用，根本就是无法核对的糊涂账。现在他已经把这笔钱补给了线上记账的负责人，这一笔错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从他公布的账单里面根本就没办法确认每一笔费用的真实性。还好我们早就和所有负责人说清楚过，我们不经手任何钱和物，只负责出钱出力，怕的就是后期有人想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对方称从未使用过除恒丰仓库外的其他物资，可事实是均由我们助理出库的物资我们全都有记录，而且之前的志愿者都能够证明。并且在我们接手之前，我们也好，我们的助理也好，都只是以志愿者的身份过去协助工作的。但他口口声声地说4个仓库都是我们助理负责的。我想问，我们一个助理能掰成4块吗？账单是别人记的，仓库是别人管的，钱和物资是大家出的，那负责人的作用是什么呢？后来猫咪的数量越来越离谱，于是我们让负责人确定好最后的数量。13号凌晨3点多，我们抵达信阳，数出现场的猫咪从12号晚上统计的670只变成了720只。这些猫是怎么多出来的？没有人能说得清。我们11月25号第一次到猫车现场的时候就看到了有很多好看的品种猫，相信关注这个事件的人大家都有目共睹。但是我们接收以后盘点出来，一共就只有10只品种猫了。
品种猫大多数都有过主人，打过疫苗，所以它们其实拥有更高的存活率。可以看得出来，它们的状态大多数反而更健康。但是很多品种猫都不见了。猫车这么多猫，一直以来都被关在狭小不通风的屋子里。前负责人一直说找不到合适的场地，可是他自己的基地真的是我们目前为止见过的最大的基地了。哪怕他把猫车的猫咪接过来，把原有的猫咪隔离起来，这个场地也完全够了。目前新基地的猫咪都在进行分区管理，我们在积极治疗所有的猫，但是因为拖了太久，现在光住院和病重的猫咪就有将近300只。我们还了解到，因为我们没有跟前负责人签字确认我们接手猫咪的数量，所以现在那些人正想办法把之前猫咪大量死亡的脏水往我们身上泼。而且我们现场的志愿者里还被插入了卧底。昨天凌晨，现场人很少，有一只猫状态很差，志愿者就抱着猫在那哭，然后就被卧底拍下来传到了之前的志愿者群里，造谣我们不管猫咪死活，给猫安乐。而且之前的负责人之一还在群里公开表示要一直黑，莫须有的也黑。光照顾这些猫已经很辛苦了，我们不想再浪费时间和精力跟这些人斗智斗勇。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我们只能把相关人员的工钱结清，换成新的全职人员。后续猫咪的情况会通过视频或者直播持续给大家更新，谢谢大家。看啥？又想出去玩啊？那带你去新院子玩吧。爸爸出去玩。好的。这次到新院子，打算把汤圆他们也带上，趁小猫还没长大，让他们提前熟悉一下那边的环境。别吃了，一只，2只，3只，5只，6只，好，关门，别夹着腿，对，缩回去，缩回去，往里缩缩，好，走喽，走喽，到了，出来吧。我们在新院子这边也给汤圆他们单独腾了个房间。现在的天气特别热，等没太阳的时候，就可以把小家伙们都带到草坪上去玩一会儿了。因为这是他们喵生第一次离开室内的环境，所以一个个的都很紧张，一直缩在箱子里探头往外看，又不敢出来。老二的胆子是最大的，很快他就适应了，而且他是一叫就过来，还一直追着我走。因为老二一直追着我，我就把他抓过去想让他一起吃，结果我一走开，他就又追上来了。你咋这么粘人啊啊，小臭臭！给他们喂了好吃的以后，就都开始认我了。我再走开的时候，他们就都会过来追我，尤其是这个老大，我走快了他跟不上了，还会嗷嗷叫。还是好吃的好使是吧？一下就变粘人了，小臭猫。小猫在这边玩的时候，八条一直在旁边，他假装不在意，其实一直在偷偷看小猫。过了一会儿，他实在忍不住了，跑来看他的小外甥，结果把孩子吓一跳。八条，人家怕你。我有这么吓人吗？真无语。八条一看把小猫吓成这样，转头就开始啃草，缓解尴尬。这已经是八条的惯用伎俩了，每次尴尬的时候，他都会假装要干别的事儿。但是他这一啃，被小猫看见了，都以为草是啥好吃的，就都学着开始啃起来了。后来小猫在草丛这边玩，八条不好意思过来，但他一直在旁边盯着看。当初吵吵他们就是八条带大的，汤圆生完宝宝以后，他还总跑过去偷看，应该是真的很喜欢小猫了。八条，以后把小猫都给你带吧。真的吗？啊！你到底要吃要出去玩？掉了。谢谢，谢谢，谢谢，说谢谢，爸爸，谢谢。对了，好，出来，吃吧。吃完了。今天天气还挺好的，
出来还能顺便晒晒太阳。这个臭八条走个路懒懒散散的，他现在肯定是在找哪个地儿能打滚。你看看看，我就说吧，臭猫，一出来就打滚，脏死了你！快点起来，快点！标记了一处地点。哎呀，你真是个脏猫啊你啊！都绝育这么久了，还出来到处标记，回头给你再嘎一遍，臭猫！